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外星游龙》。游戏的原名叫做《变异国度》，外星游龙是通称的译名。这款游戏的上半期我在4-5天之前更新的，因为中间发售了一款新游戏，叫做《忍者神龟》史莱德的复仇，我用了4期。把这个新作录制完成了，所以本期咱们继续外星游龙的下半期。上半期录制了前3关加上第4关的前半段。游戏流程的长度一共是6关，通关的话需要半个小时左右。录制上半期的时候我也给大家介绍了，本作的主人公就是拳皇，大蛇篇的主人公草剃精人设来源之一。草剃精的外形来自于这里，性格上是雾岛翔的对立面，因为雾岛翔是热血系的，草剃精是慵懒系的。有小伙伴还问我说，大叔你确定吗？这个我是确定的，我查阅了很多的资料。很多的游戏在当年开发的过程当中是有趣闻的，如果能够了解到的话，也能够体会游戏背后给咱们带来的一些乐趣。给大家再回顾一下这款游戏的剧情。剧情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主人公一行要用拳脚去击败一个邪恶的博士。邪恶博士故意让实验室爆炸，引发了变异病毒的泄露，并且制造了很多半生物半机械的兵器，想要统治世界吧。我觉得这个博士不是邪恶呀，他根本就是不靠谱。目的听起来特别的中二。主人公的脑洞也比较清奇，使用拳头来对抗各种的生物兵器，双方可以说是卧龙凤雏了呀。当然啦，游戏出品的年代比较早，1993年，距今已经近30年了，要求不能太高。游戏的系统方面也不复杂，咱们只有2个操作键，一个攻击键，一个跳跃键。攻击键推方向上是把敌人挑空的连段，拉方向下是快速的出拳。游戏核心的系统就是咱们的5种必杀技，其中4种用字母来表示，分别是光系的、火系的、雷系的还有风系的。其中雷系的和风系的持续时间稍长。如果咱们释放必杀技的时候身上没有字母道具，那就会发动一个摆列角，这个摆列角可以控制方向，并且在屏幕上进行移动。不过这样的话是耗血的，所以说还是尽量在有必杀道具的情况下进行蓄力攻击。咱们在捡取必杀道具的时候是可以回复血量的，因为这款游戏除了4种必杀的道具，还有一种补充必杀的道具之外，没有单独的制作回血的道具。第4关的 BOSS 打完，接下来是第5关。第5关的难度是比较高的，因为第6关实际上是一个 BOSS rush 的环节，咱们把之前所有的 BOSS 都打一遍，而且有的 BOSS 是两出现的。其实这款游戏最大的技巧就是如何把你的必杀道具利用的最大化，让你的每一发能够对付更多的敌人。像我这一发就打了4个，一次性对付4个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，需要注意体力还有精力各方面的消耗。
可遇而不可求吧。这里是要打2个小 boss， 这2个小 boss 还是比较难对付的，所以我就续一个本身的必杀吧。这个必杀是需要消耗血量的，但是如果你在和他们2个缠斗的过程当中掉血的话，可能就不止这点消耗了。这是一个新类型的敌人，可以吐出毒气。这种毒气在空中漂浮的时候是持续的有攻击判定的。我现在放的是风系的超杀，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长。这里的平 A 我是开了连发的，以我的手速和精力已经不允许使用单发的按键了。这敌人没打到，上来了2个第1关的小 boss。我已经没有必杀的道具了，这里掉了3格血，还不如续一发呢。但是他们2个不一定会给我续的时机，因为这款游戏没有 AB 的话是跳起来攻击。所以想要清场的话，还是要频繁的利用到蓄力，找机会。这4个家伙血量不少啊，一个必杀技没有干掉。这款游戏在操作、打击感还有系统上需要玩家进行一定的适应，因为毕竟大家小的时候玩的轻版动作游戏绝大部分都是卡普空的， SNK 做的轻版游戏不算多，系统方面也和卡社的有明显的区别。这里来了2个第2关的小 boss， 我想省一下我的必杀道具。一会儿可能是要打 boss 了。boss 是一个双子的设定，其中有一个负责和咱们缠斗，另外一个就在空中召唤一些石头来撞玩家。这里卡住了一个点，但还是被撞倒了。我再放一个，带走了。下一关就是最后一关了，可以看一下前3关的 BOSS。这栋大楼就是邪恶博士的基地。上来就要打2个 BOSS， 这2个 BOSS 是第1关还有第2关的 BOSS。第1关的 BOSS 血量不多，但是它是有2形态的。先清了一个，变身了。第1关 BOSS 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它可以阵地，阵地的时候能够打断玩家的蓄力。这里是2个一起上的，但是每一个的血量都不如他们2个单独出场的时候高。
第3关的 BOSS。这个 BOSS 可以召唤蚊子，但是我先把这3发超杀放了。第3发没有打到，太着急了。为什么我这么着急放呢？因为地面的道具过一会儿就消失了，我怕捡不到。如果第3个超杀打中的话，那他早就挂了。第4关的 BOSS 之前咱们见过了，是一个虫形的。这个 BOSS 也相对简单，他落下来的时候，咱们尽量不要待在他的正面，因为他有概率使用冲撞，这也是他最狠的招式了。和他保持一点窜线就可以了。平 A 了我一下，还剩下2格血了。我感觉我的超杀可以不用浪费在他身上。这2次机会抓得不好，没有让他吃很多的伤害。主要是我怕挨打呀。然后是第5关的 BOSS， 第5关 BOSS 咱们刚刚打完，手里现在有3个超杀，血量目前不满，4个超杀了。召唤石头的这个家伙太讨厌了，找机会吧。这个点没有卡住，上一关我记着我卡住了，打了他大概4格血，1次机会带走了4格血。这样咱们是还有2个超杀，但是掉了2个血的状态。后面就是最终 BOSS 了。最终 BOSS 也不强，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有一点像恐龙快打的最终 BOSS， 就是你近身 A 他的时候，他可以打到你，所以要抓机会。不能贪刀。打他的话，尽量离他超级近，这样他是有几率攻击挥空的。还剩5格血，使用快拳，方向拉下，打完就跑。2格血，咱们可以续一个超杀，但是光系的超杀攻击力比较弱。来一个无影脚带走了，咱们血量剩的也不多了，这样通关。整体来看，本作作为一款近30年前的轻版动作游戏，素质还是可以的，但如果放超杀的节奏掌握不好，还是有难度的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外星游龙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